有人说西山像是新加坡的后花园，也有人说这里是两地经济差异的代名词。但今天这条长堤连接起的不只是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而是两个世界，一个高成本的繁荣都市和一个快速变化的边界新区。大家好，我是阿明。今天我们聊一个可能会让你颠覆想象的话题：柔佛新山会不会在趋势和潮流推动下成为新加坡的第二生活圈？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跨境生活比你想象的更简单、更高效，甚至更划算。到底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一切？别急，我们接着往下，先从数据开始说起。我们先来看一个不可回避的真相：每天从新山进入新加坡的人数，已经从2018年疫情前的30万人激增到了2025年的40万，而且还在增长。听起来像是普通的通勤数据，对吧？但这背后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变化：新加坡人正越来越多地向北迁移，工作机会跨境流动的传统方向没有变，但在周末的新山商场里，60%的顾客却是新加坡消费者，甚至连部分高档住宅区，你都能听到有40%的住户口音变成了新加坡式英文。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们会从新加坡向外走？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新加坡与新山是不是正在把曾经的通勤线慢慢升级为一种新的生活流动？跨境人口流背后不再只是劳动力在搬动，而是生活方式的底层架构在变迁。接下来影响这一切的突破点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条即将改变时代的通勤线。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通勤早晚高峰就像噩梦，从3到4个小时排队过关，简直就是日常。但未来这一切都可能被一条空中通勤线改写。一条2026年到2027年即将开通的小火车，可能只有4公里左右长，却带来的是跨境通勤体验的质变。想象一下，从新山关卡到达新加坡边境，登车2分钟，通关5分钟，在新加坡地铁换乘站的时间，你就能跨到另一个国家。通勤在未来听起来更像普通的地铁换乘，而不是出国。从过去的搬家成本到未来变成日常行为的时间突破，你觉得新山会不会一下子拉近新加坡副中心的可能性？下一站我们谈一个真相：为什么说生活性价比正在推动新山成为跨境第二生活圈的最强吸引力？如果你住在新加坡，你知道每平方英尺的公寓均价是多少吗？平均下来，在一个普通区，从新币1600到2100都很常见，稍微奢华一些的地方可能还会翻倍。镜头切到柔佛房市的宣传画面进行数据对比，但在新山房价是什么水平？2M500、2M800每平方英尺，换算成新币也不过150到250新币，价格差距高达10倍。不只是房子车更便宜，生活配套服务有不少成本只要新加坡的1/5，甚至你买一辆车，不仅不用像新加坡一样缴付天价税款，停车费之类的开支可以低到忽略不计。如果可以选择，你会不会开始重新分配自己的生活？比如跨境工作在新山安家，或者两边自由切换，这一切只需要一条通勤线的便利条件。这种趋势不仅对新加坡人，连引进外包产业和国际合作的方式都会变得完全不同。我们可能正看到一个全新的区域经济模型诞生，更低的生活成本，更高效的人流和物流。这不只是宏观经济的变化，还会影响到你普通人日常的选择。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趋势的风向，从人口流动通勤改变，再到成本诱惑，新山的确有逐渐成为新加坡第二生活圈的潜力。但问题是，这样的跨境生活真的能完全解决交通、文化以及政策限制等问题吗？新山会不会最终因为流量的爆发变得更加拥挤，甚至失去原本的吸引力？说说看，你会不会考虑在新山生活，在新加坡工作？或者你觉得这样双城流动的模式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吗？评论区等你留言，也别忘了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下次我们会聊更多有趣的话题，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